80万炮弹抵达乌克兰，乌军火力全面压制，乌炮手用 M2 击落 FPV， 朝鲜或向俄派遣部队，拜登欲在乌克兰建工厂，韩国最新战机量产，德国军备升级。当地时间6月25号，捷克宣布，捷克倡议发起的炮弹采购活动终于见到了成果，第一批炮弹已经抵达乌克兰。为了避免俄罗斯对后续行动的破坏，布拉格没有透露基辅具体何时收到的炮弹，也没有透露炮弹数量或者这些炮弹是来自哪个国家。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倡议的第一批弹药前段时间已经抵达乌克兰。他指出，捷克共和国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后续的采购和运送能够顺利进行。事实上，捷克一直是乌克兰在炮弹方面最坚定的伙伴。此前，美国援乌法案卡壳，欧盟内部就是否为乌克兰进口炮弹而争论不休。是捷克带头提出从欧盟之外的国家找到乌克兰所需要炮弹的买家，预计可以采购80万发弹药。捷克负责该计划的官员托马斯·科佩奇尼表示，乌克兰每年需要价值70亿欧元到100亿欧的大口径弹药，相当于每个月约需20万发。如此大的需求意味着乌克兰和欧盟没有挑三拣四的条件，因为俄罗斯也在进口炮弹，欧盟必须和俄罗斯在炮弹市场上竞争。而在推动这件事上捷克出了很大的力，大约有20个国家承诺参加捷克的倡议，但只有5个国家提供了资金，包括德国、荷兰、丹麦、葡萄牙和加拿大，其中德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位官员强调，从战争开始到2024年2月，捷克已经安排向乌克兰运送了130万发炮弹，但依旧是杯水车薪。要解决乌克兰的弹药问题，需要整个欧洲共同努力。之前有媒体预测，捷克计划的主要弹药来源是东方大国印度。早在今年1月，印度国防研究部就爆料，印度生产的155毫米炮弹已经出现在了乌克兰军队中。这种炮弹和莱茵生产的北约标准炮弹在外形上是有明显的不同的，其通过更为尖锐的外形换来了更远的射程。但相对的，这种炮弹在随着射击距离的增大，精准度也会降低，射程约为30公里，但价格是俄罗斯炮弹的1/2。虽然弹药的生产商是找到了，不过问题是捷克一开始计划能够用钱买到的成品，但现在看来，该计划承诺的80万发炮弹还是需要生产时间的。所以说，短时间内乌克兰全境的弹药问题并没有解决。不过不管怎么说，乌克兰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很少看到乌克兰士兵抱怨弹药不足的问题了。而且乌克兰最擅长的就是在全局劣势的情况下创造局部优势，积累战术胜利，形成战略优势。之前，俄罗斯消息报特约记者亚历山大·斯拉德科夫就声称，俄乌双方在几个月前的炮弹比是10:1，俄方占据压倒性优势。然而到现在一些地方的对比变成了3:20，即俄军现在每发射3炮，乌军就能发射20炮。乌克兰神炮手用 M2 的车载机炮击中了一架正在飞行的俄军 FPV。创造这一战绩的是第47独立机械化旅第3机械化营的一辆 M2 车组。该视频由该旅的新闻部发布，地点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从视频中能够看到，乌军在穿越一片树梢后立刻抬头，在热成像中看到了一个黑点，可能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无人机飞行的声音。现在俄乌战场的 FPV 为了减轻重量以及压缩体积，大多采用塑料外壳，并将大量电子设备挤在一起，这就导致其在飞行中会有大量的热量聚集在外壳上，从而在热成像视野中非常明显。随后，乌军炮手立刻使用 M242巨副式链炮对无人机进行射击。虽然俄军飞手反应了过来，试图进行躲避，但一直被乌军炮手的准星牢牢锁住，最终在空中炸成了一片烟花。这也是俄乌战争中首次被步战车击毁的 FPV。值得注意的是，乌军这次并没有使用空爆弹药，而是常规弹药。这就意味着 M242巨副式链炮发射的25毫米炮弹，在100米的距离内精准地命中了 FPV 的战斗部，这才导致其在空中殉爆。
这也侧面证明了乌军驾驶员的熟练度以及 M2 的设计精度。事实上 ，M2 布拉德利已经成为乌军对抗 FPV 的利器。几个星期之前，同样是第47机械化旅的一辆 M2 在公路上遭遇了一架俄军的 FPV 的攻击。根据视频呢，俄军 FPV 大概在 M2 前部稍微靠上的位置爆炸了。目前，俄乌反坦克 FPV 大多使用金属射流破甲弹，其穿身呢能够达到40毫米。要是最原始的 M2 被炸这一下子，恐怕就凶多吉少了。然而，美军援助给乌克兰的是 M2A20DS 版本。从视频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些 M2 上呢有大量的反应装甲，同时车内有更多储物间，用于充当间隙装甲。这完全就是为了抵御金属射流而设计的。反应装甲会在接触时爆炸，产生反方向的冲击力，极大地减弱金属射流的动能。目前，乌克兰正计划为 M2 装备可编程的空爆弹药，这使其无需精确瞄准也能击落无人机，同时面对无人机蜂群也能更有效率地进行清理。目前已经有类似的装备了，在乌克兰服役，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投石手和英国的 Terrahawk Paradigm。他们通过激光和雷达搜索无人机，一旦发现目标，便会使用30毫米的编程炮弹将其摧毁。乌克兰驻澳大利亚大使罗梅什尼琴科表示，这些武器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帮助乌克兰降低无人机带来的威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乌军在哈尔科夫的大捷仍然在继续，虽然战线没有变化，但前几天俄军妄图突破包围，救出围困在谷料场地区俄军的计划已经破产了。同时，在利普奇，虽然俄军投入了大量航空炸弹，但依旧无法突破乌军防线。看来没有坦克车，俄军的突破能力会被大大降低。当然，缺乏坦克车的不只是俄罗斯北方集团，还有库皮扬斯克方向的俄军。在莱曼方向作战的第25独立机械化旅发言人表示，俄军在该地区完全以小队规模的步兵群进行攻击行动，没有装甲车支援。这些俄罗斯小队规模的步兵群会采用添油战术，每次只有一个小队进行攻击，而其他小队跟在后面，等前面小队打完了或者成功占领了阵地，才会补上去。大兵认为，采用这种攻击模式可能是俄军指挥官为了避免进攻部队被无人机团灭，所以把鸡蛋放到了好几个筐里。然而，这种攻击模式呢，会让俄军的进攻力度大大降低，侧面降低攻击效率，反而让俄军伤亡率提升。很明显，俄军现在的兵力也开始捉襟见肘了，进攻能力丧失的同时，俄高层也不得不去寻找外援。路透社在6月24号报道，作为最近与俄罗斯签署的互助协议的一部分，朝鲜计划最早在下个月向乌克兰派遣部队。该协议要求平壤向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派遣建筑和工程部队，以进行重建工作。韩国朝鲜电视台援引一名韩国政府官员的话，表示现在无法确定朝鲜将派出多少人以及他们的真正意图。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莱德在周二表示，这当然是值得关注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我是朝鲜军官，我会对派遣我的部队进入乌克兰成为炮灰持怀疑态度。全世界都看到了俄罗斯军队的伤亡情况，目前五角大楼正在密切关注此事。目前，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和导弹等物资。随着两国进一步合作，俄罗斯可能会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平壤进一步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以及其他武器和技术。所以，看似这次朝鲜只是派遣工程队，可这背后的利益交换却值得我们关注。去年8月，俄罗斯第一频道脱口秀主持人伊戈尔·克罗琴科表示，10万名朝鲜志愿者已经准备好在乌克兰协助俄罗斯了。俄罗斯不仅欢迎朝鲜人，还将为其提供帮助。虽然这事儿呢还没有坐实，但最近朝鲜频繁的挑衅行动，以及普京28年以来首次访问朝鲜，都表明世界局势正在变得愈加混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25号报道，4名知情的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正计划取消一项潜规则，即美军不在乌克兰建设军工厂。该媒体称，这将标志着拜登政府对乌克兰政策的又一重大转变。透露消息的官员表示，这项政策仍在制定中，尚未得到拜登总统的最终批准。一名官员还说道，我们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对此进行任何讨论都为时过早。
但拜登曾坚决和明确地表示，他不会派遣美军前往乌克兰。美官员表示，一旦获得批准，很有可能会在今年生效，并通过五角大楼在美国内进行招标。美官员称，他们希望此举加快乌军中美国武器系统的维护维修速度。在过去2年，拜登政府坚持要求所有美国人，尤其是美军人员，远离乌克兰冲突前线。白宫既想要美国人远离危险，也想防止外界，尤其是俄罗斯，认为美军已经在乌克兰参与作战了。自2022年以来呢，美国务院明确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乌克兰。因此，美国援乌的武器装备在战斗中受到严重损坏后呢，必须运到波兰、罗马尼亚或者其他北约国家进行维修。这一来一回呢，在浪费大量的时间，同时呢，还会加剧成本。而美军只能在日常维护和后勤工作方面向乌方提供协助，但只能通过视频聊天或者电话远程进行。美军和军事承包商无法直接接触到乌克兰境内的武器装备。在过去几个月，随着俄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进展，美国援乌法案在国会陷入停滞。拜登政府的官员开始重新认真考虑上述限制措施，允许经验丰富、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承包商长期部署到乌克兰境内，意味着他们将能够更快地协助修复受损的高价值武器装备，比如 F-16战斗机。据称，乌克兰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接收该型战机。当然，想要前往战区，最重要的是确保人身安全。据称，这次竞标合同关键的一项呢，就是要求承包商指定能够降低在乌人员风险的计划。同时，有官员强调，就算这项政策被通过，美军也不好像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派遣大量人员，最多只会派出几十到上百人。据韩联社6月25号报道，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25号表示，公司当天与防卫事业厅签署了 KF-21 战机首批量产合同。此次合同呢，包括20架 KF-21 战机以及技术手册和培训等后勤支援，总额达到了 1.96 万亿韩元。韩国自研的超音速战机 KF-21 将从2026年起依次入役。KF-21 是韩国最新的4代半战机，在2016年开始研究。韩国计划该飞机的隐身性能将会超过台风和龙卷风，其作战性能将会超过 F-16，作战半径应该增加 50%， 机体寿命增加 34%。目前 KF-21 战机研发进度达到 80% 的水平，其飞行性能和安全性已经通过初始作战测评。签署首批量产合同，预计韩国启动韩国型战机体系研发项目已经有9年了。KF-21 的首架原型机是在2022年7月进行试飞，并获得了成功。此后，通过空中加油、空导弹发射等各种实验，不断提升精度，并在去年5月的测评中初步获评符合作战要求。今年3月获得防卫事业推进委员会的批量生产批准。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已于6月26号批准采购数亿欧元的导弹和各种军事装备升级。该委员会批准购买硫磺石制导导弹和武装欧洲战斗机，总额约 3.76 亿欧元。这些导弹计划从2028年开始部署。硫磺石弹长 1.8 米，弹重约50公斤，采用高频毫米波雷达导引头，加上弹载计算机的辅助，能对移动和静止的目标进行高精度的打击。通过编程，它可以在指定节点之后再开启锁敌模式，以确保飞越友军时不会造成误伤。对飞行中捕获的目标雷达图像，它会与弹载计算机内储存的目标图像进行对比，加以确认后再发起攻击，这使得其误伤概率大大降低，不至于和俄军一样。当视野中存在多个目标时，硫磺石有多种模式可选，比如攻击纵列目标或者阵列目标。在弹载计算机算法加持下，它可以按照排序优先打击高价值目标。此外，该委员会还批准了价值 3.95 亿欧元的毒刺导弹的采购。这些导弹主要是由德国的能力建设预算资助，旨在取代提供给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装备。毒刺导弹计划在2028年和2029年交付，以增强德国在各种平台上的防空能力。
此外，该委员会还批准了为新型军用卡车、消防车以及为侦察技术升级提供资金。这次采购包括多达6500辆不同运载能力的全地形军用卡车，在机场作业的消防车以及集成激光目标指示器等先进侦察设备。这些投资总额约为4.83亿欧元。该委员会还额外拨款用于升级勃兰登堡级护卫舰的电子战系统，金额约为1.03亿欧元。德国希望至少在2035年之前保持这些舰艇的作战效率，加强德国在国防和联盟行动中的海上能力，特别是在反潜战和护航保护方面。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